1949年选首都，候选城市多达11个，为什么最后胜出的是北京？首都作为一个国家的行政中心，与一个国家的后续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949年我国进行首都选择之时，候选的城市达到了11个，但最后首都之名还是花落北京。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第一轮就淘汰的首都备选城市。延安虽然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根据地，但对于当时的新中国而言，这座城市的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载全国政治中心的重任，人口规模与结构亦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心脏，加之交通闭塞，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受到严重制约。反观西安这座承载着13朝辉煌的古都，历经千年风雨，已构建起完善的城市体系，布局井然有序，基础设施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流。但地理位置的局限，使其作为首都难以全面辐射东北、华北等战略要地，成为其难以忽视的短板。成都与重庆这对西南地区的双子星，虽坐拥丰富的物产与庞大的人口，却因地理位置的偏远与出入不便，在首都的竞逐中黯然失色。广州作为南方的经济文化重镇，其历史地位与交通优势不言而喻。然而沿海的地理位置使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显得尤为脆弱，这一致命弱点使其在首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首都选址的讨论中，哈尔滨曾一度成为热门候选。作为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以其稳定的环境与独特的经济文化条件脱颖而出，其靠近苏联的地理位置更是为获得国际支持提供了便利。然而受限于当时的交通与通讯条件，哈尔滨难以有效辐射全国，其政治影响力因此大打折扣。洛阳与开封这两座河南的古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且地处中原，是交通与粮食供应的要冲。然而战争的摧残使开封的基础设施与民生遭受重创，发展步伐明显滞后于其他竞争者。洛阳虽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在新中国首都的选址中，其综合条件未能脱颖而出，最终未能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华东地区城市落选。20世纪初，上海已然崛起为中国乃至东亚的金融与商贸重镇，其金融市场之繁荣，商贸网络之密集，均居全国之首。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璀璨明珠，上海的工业实力同样不容小觑，纺织、机械、化工等支柱产业蓬勃发展，构筑起坚实的工业基石。城市规划方面，上海亦展现出超前的眼光，城区布局井然有序，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均达到当时较高的现代化水准，引领全国城市建设潮流。庞大且相对富裕的人口基数，为上海作为国家经济与政治中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与广阔的消费市场，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然而上海的辉煌背后也隐藏着隐忧，其地理位置在竞争首都地位时成为了一大短板。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长江入海口，上海虽坐拥海港之利，成为经济与外贸的枢纽，但这一优势在国家安全层面却暗含风险。当时中国海空军力量薄弱，海防体系尚未完善，将首都置于沿海城市无疑会暴露于巨大的安全威胁之下。一旦战事起或外敌侵扰，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极易成为首要攻击对象，首都安全堪忧。南京的落选，地理因素虽有影响，但更关键的是其历史上的首都诅咒。南京多次作为南方政权的都城，却屡遭战乱洗礼，历史积淀中不乏动荡与不安。加之民国时期，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复杂政治遗留问题，使得新中国在选择首都时不得不慎之又慎，避免重蹈覆辙。南京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政治意义，但在新中国首都的抉择中，其历史包袱与政治敏感性成为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经过深思熟虑与全面考量，国家最终决定另择它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以确保政治的稳定与国家的长远发展。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国家安全的深思熟虑，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深远布局。为什么中国的首都注定是北京？北京虽近海，却非沿海城市，其东侧有天津作为屏障，外围则被河北紧紧环绕。渤海作为我国的内海，不仅拓展了战略空间，还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天然防线，为首都的政治安全筑起坚固堡垒。地理上，北京位于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域的交汇点，京哈、京广、京汉、京包等铁路干线在此交织，不仅便于与内蒙古、
山西等资源富集区联系，实现资源的快速调配，更使其成为全国交通枢纽，辐射四方。此外，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历史积淀深厚，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和成熟的行政管理体系，定都于此更能赢得民众的广泛认同。综上所述，首都选址北京是综合考虑地理、安全、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的结果。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更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6个，我国入围1个，他们都是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而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城市会联合发展，互取优势或是互相帮衬，因此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城市群。其实不止在中国，在全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这些城市群中，却有6个城市群是全球鹤立鸡群的，而中国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带，是全球6大知名城市群之一。早在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哥特曼便在其著作《城市群：美国东北海岸的城镇化进程》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这一概念，特指那些人口超250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250人的超级都市集合。该城市群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及华盛顿等大城市为枢纽，串联起41个人口超10万的中小城市，宛如一条璀璨的都市链。其纵深达965公里，宽度在48至160公里间浮动，总面积达13.8万平方公里，占据美国国土的 1.5%。这里汇聚了6500万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5，制造业产值占全美70%，城市化率高达 90% 以上，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重地。2.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区域宛如一条璀璨的工业明珠带，自芝加哥向东绵延至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直至加拿大的多伦多与蒙特利尔。这里不仅是美国的钢铁心脏，匹兹堡的钢铁产业举世闻名，更是汽车王国的摇篮。底特律及周边地区汇聚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3大汽车巨头，其产量与销售额占据美国市场的80%，堪称全球制造业的巨擘。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丰沛的水源，五大湖沿岸孕育了庞大的工业体系与繁华的城市群落，如芝加哥、底特律、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名城。3.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琵琶湖与濑户内海堪称日本城市经济圈的璀璨明珠，东京湾临海经济模式的缩影亦在此间展现。这片土地上，内海、河流与湖泊交织成网，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共绘繁荣图景。琵琶湖作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淡水湖，滋养着大阪与京都2大都市。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狂飙却让这片碧水遭受重创，水质恶化，赤潮、绿藻频发，浅水区更是垃圾堆积如山。面对此景，当地政府毅然决然地展开了一场综合治理与公害防治的攻坚战。濑户内海沿岸的人口分布不均，工业城市星罗棋布，南四国地区则相对稀疏，中小城市点缀其间。以京都、大阪、神户为核心的大阪城市圈，亦称京阪神3都地带，产业多元，各具特色。若峡湾的渔业、濑户内海的养殖业以及阪神工业区的现代工业，共同编织出一幅丰富多彩的产业画卷。4. 英伦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英国形成了一条贯穿利物浦的城市带，涵盖纺织名城曼彻斯特、机械重镇利兹以及伯明翰、谢菲尔德等重要都市，并延伸至众多卫星城镇。这片面积仅 4.5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在工业革命后崛起为英国核心产业基地，以3650万人口成为全球6大城市群中面积最小、城市化程度最高且历史最悠久的区域。5.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欧洲西北部汇聚了3大核心城市群：大巴黎都市圈、莱茵鲁尔工业带以及荷比地底城市群，共同构成全球6大超级城市群之一。其版图覆盖145万平方公里，囊括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20余座100万级人口都市，区域内聚集着4600万居民，形成密集的都市连绵带。6.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处长江入海冲积平原的长三角城市群，涵盖上海及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合肥、芜湖等地，共计26个城市，总面积 21.17 万平方公里，拥有 1.5亿人口，
这些城市在2014年共创 12.67 万亿元的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 2.2%、11% 和 18.5%。这一区域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开放战略中占据关键位置。长三角城市群凭借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阵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另外，该区域的交通网络发达，高速公路、铁路干线密布，拥有多个现代化海港和机场，构建了完善的立体交通体系。这些优势为长三角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企图占领中国西部并要求在四川驻军，1962年的印度究竟有多疯狂？在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之前，印度方面提出的领土要求令人震惊，不仅让人感叹其厚颜无耻，他们不仅要求将新疆和西藏归划印度，甚至还要求在成都设立驻军。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将中印之间的缓冲地设定为陕西，这样的要求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难以置信。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对我国领土有觊觎之心的印度。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其地理布局独具特色，东接缅甸，东北与我国、尼泊尔以及不丹接壤，东南方与斯里兰卡遥遥相对，西北部则与巴基斯坦紧密相连。国土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8000多千米，其东部濒临孟加拉湾，西部则与阿拉伯海相连。在这漫长的海岸线上孕育了众多独特的生态系统。据统计，已查明物种数量高达17795种，其中有998种因过度开采而面临枯竭，因此受到了本国法律的保护。除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印度境内还蕴藏着近100种矿藏，渔母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煤炭和重金石的产量也位居世界第3。此外，黄金、锰矿、锌矿等资源也极为丰富。从地图上看，印度的北部是绵延的山地，而中部则是印度河、恒河平原，这是境内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南部则是德干高原以及濒临海洋的平原。印度的平原面积广泛，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40%， 其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壤为国内交通和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度经济发展迅速。由于人口众多，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目前仍有1/4的人口面临温饱问题。尽管如此，印度仍在积极寻求发展之路，努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2、印度想要占领的我国西部地区有哪些？印度对于中国的领土有着非分之想，其目标地点绝非寻常之地。首先，他们瞄准了藏南地区，那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侧，景色如诗如画，资源极其丰富，被誉为西藏的江南。更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这片土地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印度竟妄图占为己有，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呀！新疆的面积达到166.49万平方公里，占据了我国国土的1/6，不仅矿产资源丰富，战略位置更是重中之重，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印度对新疆的资源和战略地位垂涎欲滴，竟然妄图将其吞并。再看青藏高原，作为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是亚洲众多大河的发源地，也是保卫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屏障。印度竟想控制青藏高原，这无疑是一场白日梦。令人震惊的是，印度甚至还企图在我国四川驻军。四川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腹地，不仅资源丰富，其战略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印度此举无非是想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其野心昭然若揭。3、1962年的印度为啥这么想不开？首先，印度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国家，其面积位列世界第7。它的土地资源丰富，大部分地区适宜耕种，耕地面积庞大，占据了全球耕地总量的近 10%， 位居世界第1。印度还拥有4亿多的人口，其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位居世界第2。不仅如此，印度还拥有丰富的出海口资源和工业基础，相较于当时的中国，印度的工业化程度更为发达。英国在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为印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使得印度在某种程度上自认为是英国正统继承国的延续。
19世纪的英国拥有庞大的殖民地，而印度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英国在印度开办众多工厂、修建铁路，甚至训练印度军队。这种对印度的经营方式使得印度受益匪浅。当英国的势力逐渐衰退，其殖民地纷纷独立时，印度继承了日不落帝国最为精华的部分。因此，印度有着强烈的自信，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的正统继承者。然而，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并非单纯的基于自信。在印度眼中，当时的中国被视为苏联的附庸。尽管印度清楚苏联和美国是世界上2个超级大国，但当中苏关系进入下滑期时，印度开始对中国的地位产生了动摇。加上苏联为了全球布局对印度进行了支持，使得印度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作为英联邦国家解体后的重要角色，与印度关系密切。美国视印度为自己人的1/3，这也使得印度更加有恃无恐地对中国进行挑衅。绕过中国，巴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最大油田，背后究竟有何考量？巴基斯坦曾经是一个贫油的国家，然而近期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页岩油田，使得该国一跃成为全球石油储备大国之一。这一发现仿佛天降横财，令国际社会瞩目。但它并未寻求与中国合作开发，而是选择了与美国合作。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巴美联合开采巴铁最大油田。近日，美国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巴2国已经达成了共同开发巴基斯坦丰富石油储备的协议。这一消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巴基斯坦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据最新权威数据统计，到2024年12月，该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到了 2.38 亿桶，天然气储量更是高达6000亿立方米。除了油气资源，巴基斯坦的铜、金、锂、镁等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同时还拥有一定量的稀土和锑等战略稀缺资源。尽管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矿产开发中参与度并不高，主要集中在俾路支省的几个矿产项目，如西亚迪克铜矿和杜达铅锌矿等，但巴基斯坦境内仍有更多未被开发的巨大矿藏。例如，位于俾路支省西南部的雷科迪克铜锌矿是巴基斯坦目前已知最大的金铜矿，其价值高达 1.8 万亿，相当于巴基斯坦全年 GDP 的约 80%。 该矿的铜储量占我国总储量的近 40%， 黄金储量更是占到了 25%。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企业在该矿的竞标中未能成功中标，最终该项目落入了加拿大巴里克公司手中。现在关于巴基斯坦境内的石油资源开发，中国并未成为合作对象，而是交给了美国。对于美国而言，在稀土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重构完整产业链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将焦点转向与美元关联度更高的石油资源开发上，或许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2. 巴基斯坦国内的能源困境。巴基斯坦尽管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270亿桶，天然气储量近8万亿立方米，看似资源丰富，然而其实际处境却颇为艰难。从石油生产的角度看，该国的日产量仅约 8.5 万桶，与美国日均1300万桶、沙特阿拉伯日均900万桶的产量相比，差距悬殊。这点产量甚至无法满足国内需求的零头，因此巴基斯坦的原油进口占到了全国需求的 70% 至 85%， 严重依赖进口。这种对进口石油的高度依赖，给巴基斯坦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于外汇储备有限，进口石油需要大量的外汇支出，使得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压力。据相关数据显示，巴基斯坦在过去1年中，能源进口账单高达上百亿美元，这对经济并不发达的巴基斯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使得巴基斯坦在进口石油时常常捉襟见肘，甚至有时连基本的石油供应都难以保证。这不仅影响了该国在石油勘探与开发技术方面的投入，更使得其外汇储备在过去几年里不断减少，甚至一度降至极低水平。这导致了石油、煤炭等能源的高度依赖进口，一旦出现短缺，将直接影响工业生产和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能源是工业生产和社会运转的基础，能源供应不足将导致工厂开工率降低，工业生产停滞不前，这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制约，导致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所以巴基斯坦在能源领域的困境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时刻。3.
巴基斯坦为何选择与美国合作？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不希望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大国的支持，而是更倾向于追求均衡的外交策略。尽管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军事存在逐渐增强，但美国依然是巴基斯坦的重要盟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土耳其等国家。由于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更加注重印度，巴基斯坦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中国装备因此得以更多的引入。这种合作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尤为明显，如瓜达尔港、卡拉奇核电站以及莫赫曼德水电站等项目均由中国承建。石油开发作为一项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巨大的投资来支持其从勘探到开采、运输的整个过程。美国的大型石油企业如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等，不仅拥有雄厚的财力，还是全球页岩油开采技术的领先者。他们采用的水平井钻井、多级压裂以及储层微裂缝监测等技术，使他们在石油开发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巴基斯坦倾向于与美国合作，主要是看中了其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支持。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石油出口国，所以巴基斯坦的石油开采后难以直接销往美国，而在邻国中的最大潜在客户就只有中国和印度。但印巴间的关系微妙，印方的采购量会受到限制，因此中国成为了巴基斯坦石油出口的唯一超级大客户。所以引入美国资本只是巴基斯坦石油开发的第一步，后续可能还会引入中国资本，进一步强化中国的能源安全。我国从建国时的12个直辖市到现在的4大直辖市，哪些城市调整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国内设立了12个直辖市，堪称豪华阵容。这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沈阳、抚顺、本溪、鞍山、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无疑是国家的政治核心，宛如跳动不息的心脏，承载着国家运转的关键职能，见证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辉煌历程。上海则以卓越的经济实力，在金融、贸易等行业一骑绝尘，成为驱动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东北城市，凭借坚实的工业根基，为新中国的工业腾飞贡献巨大力量。但部分直辖市在发展进程中，因诸多因素相继被取消资格。时至今日，仅天津、北京、上海、重庆仍保有直辖市身份。那些失去直辖市地位的城市，如今发展状况究竟怎样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广州市，是一座著名的超大型城市，总面积7434.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897.8万。其地形属丘陵地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海洋性气候特征显著，平均年降水量1因923毫米。它与佛山、惠州等城紧密相连，共筑庞大商圈，且毗邻珠江与南海，交通畅达，外贸经济繁荣昌盛。2024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31032.50亿元，比上年增长 2.1%。武汉坐落在华中腹地，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也是我国特大城市之一，素有江城雅称。其地处江汉平原，长江穿城而过，交通畅达无阻，自古便被誉为9省通衢。加之高铁网络纵横交错，武汉无疑已成为我国中部地区当之无愧的交通要冲。其总面积8569.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80.91万。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21106.23亿元，是我国排名第9的城市。南京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也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因为历史悠久，又有着6朝古都的美誉。其总面积6587.0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57.7万。另外，它也是我国特大型城市之一，属于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南京市经济的支柱产业为钢铁、石化、汽车和电子，不仅是全国经济10强、制造业10强，还是中国首个中国软件名城。2024年，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500.81亿元，比上年增长 4.5%。陕西省的省会城市西安市，地处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平原带，境内的地势南高北低，以平原、山地为主，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506.1至690.3毫米。西安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大雁塔以及大明宫等，其总面积1010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16.76万。2024年，西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317.78亿元，比上年增长 4.6%。沈阳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也是辽宁省的省会城市。另外，它还是沈阳都市圈的重要城市，对东三省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总面积1286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24.3万。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成为中国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9027.1亿元，比上年增长 5.2%。抚顺市的别称为中国煤都，分别与吉林省、沈阳市、铁岭市以及本溪市接壤，因三面环山，地势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之势。其总面积11271.0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71万。抚顺曾经是我国著名的资源型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逐渐减少，经济开始衰败。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010.9亿元，同比增长 4.9%。位于辽宁省东南部的本溪市是一座辽宁省下辖的地级市。本溪市的总面积8413.9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122.9万。它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也是一座是以钢铁、化学为主的工业型城市，其矿藏量丰富，有铁、铜、金以及煤等。但本溪的发展不算太好，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025.6亿元，比上年增长 5.5%。地处辽东半岛的鞍山市，其总面积92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19.2万。它还有一个别称为钢都，是我国以前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著名的鞍钢便在这里。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发展的程度，在以前都是全国有名。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鞍山过去以钢铁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逐渐显露出其弊端，经济开始逐渐下滑。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156.3亿元，比上年增长 5%。外企纷纷逃离，印度的世界工厂梦碎，为何抄中国作业都抄不成功？2014年，印度高调推出印度制造计划，欲跻身世界工厂之列。然而10年过去，2024年其制造业在 GDP 中的占比降至1968年以来新低，仅 14.7%， 就业岗位锐减1500万，且产能利用率长期徘徊在 75% 以下。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印度的世界工厂梦。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繁荣，民众受教育的程度日益提升，对生活品质和薪资待遇的期望也水涨船高。在此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正迈向高知识化，技术型人才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尽管如此，廉价劳动力并未被淘汰，他们的薪资也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增加。资本家们向来不愿看到自己的财富缩水，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和市场，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开拓新商机。印度这个充满潜力的国家被他们视为新的投资热土。抛开印度复杂的宗教信仰和种姓制度不谈，当前印度社会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庞大的人口基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尚未充分开发的广阔市场，印度人也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他们能复制中国的成功经验，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西方扶持的国家卡在重工业关口。自2018年贸易战之后，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重塑全球供应链，试图扶持越南、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优势和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却始终未能真正崛起，其核心问题在于重工业的薄弱。以越南为例，该国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大力吸引外资建设电子和纺织工厂。然而，越南的重工业基础却极为薄弱，钢铁、化工、五金机械等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高度依赖中国进口。实际上，越南更多地扮演了一个中转站的角色，从中国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后再出口至欧美市场。这种情况下，越南不仅未能取代中国的制造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破解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印度曾试图发展制造业，但重工业的薄弱使得其钢铁产量远低于中国，化工产业也高度依赖进口。此外，印度国内频繁的罢工事件和供应链中断问题，也让国际企业望而却步。墨西哥和加拿大同样面临各自的困境。
墨西哥虽然靠近美国，汽车零件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但产业链单一且重工业规模小，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而加拿大制造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资源进口依赖度高且加工能力有限。这些国家之所以难以扶持起来，根本原因在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和时间成本。二战后至今，只有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全产业链工业国的转型。其他国家由于起步较晚，缺乏足够的外部压力和自研决心，因此难以在重工业领域取得突破。这也使得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即使美国加征关税试图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但最终受害的反而是其本国的制造商，因为他们离不开中国的产品和供应链支持。3. 印度世界工厂梦想的现实障碍。理论上，印度确实有潜力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一极，这得益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以及逐步优化的商业环境。但现实却与理想存在显著差距，宝电电器等企业的经历便是明证。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印度市场的吸引力正逐渐减弱，尽管其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投资风险却与日俱增。不少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在印度的投资布局，从原先的积极扩张转为谨慎试探。印度若想成为世界工厂，所面临的挑战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首要难题便是基础设施的短板。尽管近年来印度在基建上投入不菲，但与中国相比，差距依然明显。电力供应的不稳定、交通物流的高昂成本以及港口效率的低下，都直接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此外，人才结构的失衡也是一大障碍。印度人口众多，但高技能劳动力却相对匮乏，大量劳动力集中在低技能领域，而制造业急需的中高技能人才却供不应求。这迫使企业要么面临招聘难题，要么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员工培训。再者，政策执行的一致性也是一大问题。由于印度实行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各邦的执行效果参差不齐，税收政策、环保要求以及劳动法执行标准在各邦间存在差异，这无疑增加了跨国企业的运营难度。最后，市场环境的公平性也备受质疑。尽管印度政府宣称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表现出保护主义倾向。外企在印度市场不仅要应对商业竞争，还要承受政策倾斜带来的不公平待遇。